所以天气都很不稳定。对，搞不好白天都还天气不错，结果下午就突然间磅礴大雨，而且是很大的豪雨那种。所以应该就是出去的话，也是在附近超市买一买又回来。对，应该就是不太会出远门。今天分享一下我之前找工作的经验哦。有一些企业他在找人的时候，他会要求他要有保证人，就是新人报到的时候，他人事保证人，不是那个银行对保的保证人。但是我就觉得很怪，不是可以提供良民证或那个联征记录来证明自己没有前科，然后也没有信用假释吗？为什么还要保证人？工作我是认为是自己的事情，不要拖别人下手，所以我自己都不帮人家签这种东西。那有一些企业很贼啊，他在报到资料里面，我听说了，他会在报到的那个签署的那个劳动契约里面夹一张本票，就是说你一定的期间内，你如果说没有做满，你离职，他就要赔他多少钱。这不合理啊！然后可能说那个我还没有开始领你的钱，就先欠你钱。所以遇到这种雇主，你不要签，你转头就走都没关系。但如果说你没有选择的话，也要看他是不是大公司，你就看他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司，比较不会骗人的。有那个公司登记的网站可以查他是不是合法的公司，然后也尽量找品牌大的公司。比较没有问题，但是不是说一定没有。大公司有时候也是会叫你签一些不合理的条约，因为劳动契约是这样，就是他给你签的劳动契约一定是公司自己拟定，他公司拟定的就是对公司有利啊，所以要上班之前都要想清楚，不要说什么都签给人家，然后什么有的还叫你带印章，有没有？然后那个什么存折、金融卡那个都不要给。那个就很大几率是要拿你的账户去做人头，到时候你可能就会变成有前科这样，被当人头账户很麻烦。你要证明你不是人头，你是被诈骗，也要花很大的力气，对。但是一开始就保护好自己，就比较没有这个问题。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说，就一开始年轻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很多人会去到都市去上班，但后来我查一下薪资的那个平均或是那个中位数，其实郊区的工作的薪水不会比市区少，甚至有些都市它还给最低薪资啊。那为什么年轻人他都要往都市跑？就我猜有几个原因，我猜就是他认识人的机会比较多，就是都市的人比较多嘛，他那时候可能还单身，他可能要找那个条件比较好的另一半，他要到都市去找机会比较多。对，我猜他们的想法是这样。对，那你要到都市上班，你要考虑说你还要租房子。对，因为大部分你住郊区应该是家里的房子嘛，你就不用自己出钱，你就没有房租的问题。那你到都市去就有房租的问题。你到都市去，是不是房租它搞不好开1万块台币啊？对啊，那你如果说你在那边的薪水你没有最低薪资加1万以上，就不划算。对，就是这样子。对，你要考量这个通勤费啊，车钱啊，还要考量车钱的关系，所以比较没有
没有那个没有那个挑工作的人，就是没有想说一定要到繁华都市里面的人，他可能就在自己家里附近、住家附近上班。最好的是住家附近上班8小时，然后都不加班，时间到就下班这种最好。对，这种你还可以睡到自然醒来。例如说，如果说是大部分郊区应该都是8到6，8到5，8点到5点。对，那市区大部分都是9到6，但是问题你市区9到6，你几点要出门？有的7点就要出门，因为你来回搞不好1个多小时，你还要提早，有些公司还要你提早到嘛。但是如果说你是在郊区上班，自己家里附近上班，他8到6，你睡到7点，你还来得及，哦，还可以慢慢来，好整以暇慢慢来。然后你5点下班，回到家不到5点20嘛。你还有很多自己的时间呢，对啊。然后如果说你是睡8小时，11点再睡就好了，对，11点睡，然后7点起床，对啊，8小时，对啊。然后主要是薪水没有比较少啊，只是说你是那个有打扮的正妹帅哥比较少啊，就看你能不能接受。然后可能人接触的人比较少，这样。那反过来说也比较单纯，但是就可能年轻人有年轻人的考量吧，我想。对啊，如果说你稍微有点经验，你就觉得这不是重点。对，就是能够待得久才是重点，能够待得久才是重点。你待得久，那你放假再去都市玩，不是很好吗？你反而是有收入的情况下去消费嘛，也不是说每天去那边赚钱的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说。长途跋涉，每天累得要死，去1小时，回来1小时，除非你真的没得选择了，就是都市是工作机会比较多，但是它也竞争比较高，对，重点是未必钱比较多，有时候钱还比郊区少，这就要自己想想看是不是符合那个成本效益。